7号上午，第18届东亚峰会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印度总理莫迪、韩国总统尹锡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到场参会。李强表示，近几十年来，东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把握住时代机遇，坚定走上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正道坦途，成为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深知发展之不易，开放之必要，和平之珍贵，也切身体会到团结则兴，分裂则衰的道理。李强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东亚峰会应继续坚持自身定位，为实现地区长期稳定和持久繁荣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更好发挥促进发展作用，激发区域增长活力；二是更好发挥战略对话作用，增进各方相知互信；三是更好发挥东盟主导作用，共促包容互利合作。李强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正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希望域外国家充分尊重地区国家为商谈南海规则、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做出的努力。海洋污染影响深远，要以对历史、对人类负责的态度，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守护地球的蓝色心脏。与会领导人表示，和平稳定是通向发展繁荣的关键，地区国家应当践行多边主义，加强建设性对话，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打造地区合作平台和增长中心，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东亚峰会关于维护和促进本地区作为增长中心的领导人声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杰向深圳卫视表示，此份联合声明意义重大，在多领域达成34项重要共识，有利于东亚地区未来合作发展繁荣。外界也注意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俄罗斯两国首次在多边场合就一份文件达成一致。这次东亚峰会能够达成最后有一个联合声明，还是有点稍微令人有点意外的。东亚峰会它实际上虽然在整个系列峰会当中分量是最重的，因为它集合了中美俄日澳等大国，但实际上各方的这个分歧也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在去年，实际上东亚峰会就没有形成联合声明，今年能够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实际上是确保了东亚峰会这个机制能够继续存活的这个一个重要保障，而且对于未来整个本地区的一个这种对话、地区秩序的发展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影响还会持续发酵的。6号，新华社发布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合作倡议清单。就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等提出39项内容，包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印太展望互利合作，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等一系列务实合作内容。东盟峰会它会形成一个东盟的共识，我们看到的今年的这个内容也是比较丰富，但是核心就是聚焦于东盟的这个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10+1的会议实际上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和东盟合作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议题，形成的合作的意向是最多的，也是最务实的，包括一些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啊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包括像新能源或者包括一些我看到有光伏的合作，所以你会看到10+1是以完全的合作为主，那么10+3会谈到安全与合作的问题。那么今年李强总理专门提出了要求同化异，就要对不同的观点能够把它化解，能够实现本地区一个安宁和合作。我觉得这一点的说法还是比较有创新性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李强与东盟多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6号下午，李强在雅加达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李强表示，中柬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化，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国是柬埔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柬埔寨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柬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洪马奈表示，柬中建交65年来，两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是柬埔寨的好朋友和值得信赖的好伙伴。柬新政府将继续坚持柬中关系的原则和框架，在洪森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共同构建的双边友好关系基础上，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发展。
6号下午，李强还考察了中印尼合作项目雅万高铁，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长卢胡特、交通部长布迪陪同考察。李强抵达哈利姆高铁站时，受到中印尼两国员工热烈欢迎。李强听取了雅万高铁建设情况汇报，对两国建设者付出的艰辛努力表示赞赏。李强指出，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是习近平主席和佐科总统亲自关心推动的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不仅承载着印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地区发展中国家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精心做好各项准备，确保高铁高标准开通、高质量运营，为印尼和地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持久动力。李强随后试乘雅万高铁，并考察了卡拉旺站站台建设情况。他表示，高铁铺就的是一条融合之路、开放之路、共富之路，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还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沿线经济发展赋能。中方愿同印尼分享成熟经验，共同做好高铁兴业兴城这篇大文章。李强指出，中印尼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务实合作潜力巨大，双方要再接再厉，继续在本地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领跑，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发展繁荣贡献力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万隆，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通车后，从雅加达到万隆的出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雅万高铁将成为全面服务印尼人民的发展之路、民生之路、共赢之路。 The very purpose of BRI is to enhance the connectivity in order to promote development, common development. So if that was just driven by China's own selfish pursuits or geopolitical ambitions, attempts, as described by some Western govern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xperience, you can't explain why, in the past 10 year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get on board. 雅万高铁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特别是在东南亚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对于未来中国印尼合作，还有“一带一路”的在东南亚的推进，都会起一个非常正面的示范的效应。